想死了！我想死了！我不想死了，爹！哭啊！下辈子再来。我不想死了，爹！许身已到，行刑。我不想死。给我等！报仇！报仇！我要报仇！听说了吗？明日辰时，皇上要在德胜门阅兵。皇上有励精图治，这大军出征啊，全城都嚷嚷。狗皇帝！我要杀的可是当今的皇帝，如今行藏半年，
全天下的人都是我的敌人。你们救了我，也要受到牵连的。是你，我认得你，你是我父亲的人。不，我不是你父亲的人。确切地说，我是你父亲的合作者。合作者？敌人是来自东瀛的海圣人。原来你们是倭人。李小姐，我们和你父亲一直都是好朋友。如今，令尊和令兄双双死于昏君之手，为此，我们也感到无比的心痛和愤怒。若不是我爹他一时糊涂，与你们暗中勾结，也不至于落到生死明毁的地步。这话有点不入耳。李大小姐，你出于成见，总认为我们东瀛人都是阴险的小人。其实，你父亲选择和我们合作，那才是胸怀天下之壮举。如今，你们的那个皇帝年幼无知，大明在他的手上，只能一天天的衰落。你令尊的才干，若登上95之尊，他将是一代明君。只是老天不佑啊，功亏一篑了。我们今天出手，就是打抱不平，还想和李小姐交个朋友。映月，感谢众位救命之恩。不过映月自知是大明臣民，不与外敌媾和。况且你们倭人屡次犯我大明疆土，势同水火，因我不适合做朋友，还是就此告辞吧。李煜，难道你就不想替你的父亲和哥哥报仇吗？我们可以帮助你。帮？怎么帮？我猜测，令尊在宫变之前，一定交给你一样东西。只要你把那样东西拿出来，我们共同参详，他自然会帮助你杀死皇帝老儿。什么东西？我不懂。你再好好想想，我相信他一定把那个东西托付给你了。宫变当日，纷乱频起，我逃命还来不及，没有见过我爹爹，更不要提什么托付的东西。此刻我身无长物，对你没有任何利用价值。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告辞。如果恐怕那藏宝洞真不在他身上，要不要就此结果了他？那个宝藏是李锦仲和黄朝生多年来秘密搜刮的财富。那个地图，这些年来两人各执一半，但后来黄朝生被抓，那半截地图也落在了李锦仲手里。李锦仲是个心思缜密的人，进退有据。宫变吉凶未卜之际，他不可能把这张图交给他人，只可能是血脉相连又置身事外的女儿。这样，这几天你们给我盯紧他，他会露出马脚的。是。月儿，
这幅画你拿着。假如爹进了宫不能出来，你记着，画轴里面有一个秘密，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拿出来，它会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。红烛。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人不出我所料，藏宝图就在他身上。跟住他。主公，现在夺了那藏宝图，岂不更便利？庸人之见。那宝藏藏于东南，我们毕竟是东瀛人，一旦败露行藏，那岂不是坏了大事？就让他在前头带路，只要跟紧了他，我相信他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哼，说不定连他这个人也能为我所用。你真的那么有把握，让杨树带着军饷来救这个女人？我了解杨树，他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一定会不惜代价来救她。放心，他会来的。和尚，把军饷拉了，不然我杀了他。放箭！杀了他们！
今日要打散这帮乌合之众，还需合力一战。好，杨叔，替你幕虎师兄。是，大师兄。猛虎阵伺候。好。乱云流水无痕故，金刚琵琶为此君。阿弥陀佛。上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倭人使的忍术，把他救走了。难道天香教跟倭寇也有勾结？八成是这样。算了，跑便跑了吧。亮太也兴不起什么风浪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。好，走。什么？你说天香教的圣母是李银月？要不是我亲眼所见，这件事情我也不敢相信。
你们这里不是有一句话吗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你又何必如此的沉不住气呢？够了！我只想自己报仇，不想听你的使唤。这可由不了你。若不是我，你之前擅自闯进天香教的禁地，你早就被他们杀死了。是我和我的人臣使出东瀛的人数，好不容易搞起打雷闪电、刮风下雨的奇怪天象，才让那些天香教的人都认为你是圣母转世，这样你才活了下来。我之所以三番五次的救你，那是想让你有更大的作用。李小姐如此的悲伤，让人好生怜悯。南叔这个王八蛋，他怎么就不明白你对他的一番百转千回、爱恨纠结的深情呢？啊，对了，你们之间有血海深仇，用不着你冷嘲热讽，信不信我一剑杀了你？我是你的恩人，你下不了手。我对你倾注的心血，你心里最明白。我三番五次的救你，给你权力，为你疗伤，还让你闭关修炼。可没想到，你还是这个样子。受人滴水之恩，本应涌泉相报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谈不上什么失望，我对你没有任何利用价值。不可能！我绝不相信。我会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一定再给你一个机会。我要让你破茧而出，脱胎换骨。不必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走？那你父亲的仇呢？难道你要看着杨树和谢天顺这帮人继续春风得意吗？随他去吧，我报不了仇。不，能报，一定能报。我这回到这儿来，就是要告诉你，我们一直要找的那个东西，现在已经有了线索。那批宝藏，肯定是被黄朝生动了手脚，挪了地方。我现在已经派人去追查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到那个时候，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。我不会再为报仇，更别提什么金银财宝而被你利用了。你错了。难道这一直以来，你只认为我是在利用你吗？
我再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真的不再跟我合作了吗？你真的要离我而去了吗？难道你要让你父兄的在天之灵？闭嘴！滚！看来你是真的需要获得新生了，让他脱胎换骨。是。你醒了。我杀了你！放开我！你现在身体很虚弱，我劝你不要乱来。我刚刚给你服用了只有东瀛才有的圆月之毒，现在剧毒已经侵入了你的五脏六腑。一旦你有二心，我马上停止解药的供给，你就会全身溃烂，但不会马上死。你想尝试一下吗？你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退路可言了，只有苦练扶桑忍术，心无杂念，去杀死你该杀死的人。这就是你说的脱胎换骨。你记住，你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李映月了。我现在连人都算不上。这是扶桑花制成的解药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会定期给你服用。记住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主人。
就是忍者小池的徒弟了。你要苦练杀人技能，当然还要继续当你的天香圣奴，随时听候吩咐。是。经受了竹野英雄连番的蛊惑与残害，此时的李映月已万念俱灰。他明白，自己只是一具行尸走肉，在毒药的控制下，李映月丧失了人性，泯灭了心中残存的善念和爱意。他被单纯的仇恨深深蒙蔽了双眼，从此身心彻底屈服于竹野英雄。小池说的对，你就是天生适合练忍术的体质，用不了1年，你就会青出于蓝。谢谢主人夸奖，但我恨自己进境太慢，不能马上手刃仇敌。不用着急，谢天神和杨树他们，我们都会一一除掉。我现在有个最新的打算，要想尽办法让谢天顺和皇帝离心离德。你们大明的人不是最爱勾心斗角吗？谢天顺在朝廷里一定有不少的敌人，更何况大将军领兵在外，最容易引起皇帝的猜疑和忌惮。如果我们利用好这一点，小池君，这段时间你把李音乐调教成了一个忍术高手，辛苦了。是。他是天生的忍术奇才，我只不过在恰当的时机出现，帮助他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武功罢了。以前教我拳脚的师傅都说我天资不高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你知道东瀛忍术的源流吗？东瀛最初是没有忍术的，所谓的忍者，只不过是一些贫穷的农民。农民？对。日本忍术流派众多，但有一点，忍术最兴盛、最强大的流派，都是来自于偏僻落后，甚至最贫穷的山区。东瀛经历了100多年的战乱，每一个诸侯都想独霸一方，甚至想雄霸天下。他们则对老百姓征收高额税赋。山区的农民虽然贫穷，但是身体强壮，动作灵活。他们的勇气，则成为他们在乱世里可以活到最后的唯一可能性。他们被当作斥候、奸细、刺客，甚至替死鬼，不断地被派往敌人的阵营里。只有最能够忍受痛苦和折磨的人，才能活到最后。于是，就有了忍者这个名字。
位谢家军的兄弟，你们很多都是谢将军一个村一个县亲自招来的，将军有没有亏待过你们？没有。谢家军的军饷，谢将军有没有克扣过好礼？没有。谢将军的升迁奖罚，谢将军有没有徇私不公？没有。谢将军如今有难，需要你们报恩，你们有没有怨言？没有。天香教山寨地势险要，非常危险，你们怕不怕死？不怕。好，就让天底下的人都听见我们谢家军的怒吼。是。是地点进入突破门，突破门！痛苦和折磨，是指敌人的刑罚吗？不，对于忍者来说，被敌人捉住，也无非是死。但忍者最大的痛苦和折磨，不是来自于敌人，而是来自于内心深处。日本大名和武士，在骨子里，还是把忍者当作异类来对待，需要的时候利用，不需要的时候就除掉。那都是德川家的旧事了。织田将军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有区别吗？忍者是鬼，都说人怕鬼，其实鬼更怕人，因为人比鬼更残忍。报！诸位大人，圣母，报好了，谢家军已经攻上山了。谢天顺不是已经被抓起来了吗？15状元杨树带兵，已经突破3道山门，马上就要攻进山寨。怎么可能呢？守那3道山门的都是些废物啊！是谢家军太猛了，他们完全不顾生死。天香教的人全都被吓破胆了。小池，马上带着你的忍者杀人队顶上去，争取撤退时间。本校陷害谢天顺，是天香教的教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借皇帝老儿的手除掉这个眼中钉。可没想到杨树这个王八蛋半路杀出来捣乱，大意啊！我太大意了。看来此地不宜久留。不，你留下。难道主野大人要抛弃我吗？不是抛弃。我们虽然暂时要放弃金柏山，但是你留下，会对我有更大的帮助。就像忍者对武士一样有用。你不是普通的忍者，杨树，他不会轻易杀你。你必须要留下来，而且要坚持到最后，让他把你救走。为什么？接下来就需要你演戏了。你会变成我在洪州城里最大的耳目，也是最关键时刻埋下的毒针，随时可以助我们东瀛取得最后的胜利。明白。报告杨大人，天香教众已经被打散了，通知外面的兄弟，不要放走一个。是。二哥，你守住寨门。好。
是来救我的吗？救你？我是来捉妖的。我不是妖，是倭寇。今日一战，全赖各位将士戮力向前，才得以最小的损失攻下金箔山。哪里，还是靠杨大人和诸位华安武僧打先锋，我们不过是在后面帮着收拾局面而已啊！大家都是为了救谢将军。王三将，你在外围说我战况如何？说来惭愧，围山的人马都已尽力，但是还是有一队兄弟全军覆没。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天香教的武器算不上精良，但是那一对兄弟身上的伤口，全是金刚利器所致，很像是倭寇的忍刀。天香教徒中，肯定有倭寇的忍者。关于倭寇控制天香教，我跟谢将军之前已猜到一二。不用猜测了，倭寇正是控制了天香教的所谓圣母，这才收服了天香教众为他们所用。哼，妖婆子还敢在这大放厥词！诸位冷静，听他说完再做定论也不迟。哼。哎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他说有话要对大家说，所以我就让他进来了。我在京城痛失父兄，本想落发为尼，了此一生。不料途中遇到倭寇掠劫，一路挟持到了东南。倭寇对天香教非常了解，知道天香教徒正在寻访圣母，不知为何恰与我形貌相似，于是倭寇便对我下了蛊，用迷药控制住我，将我扮作圣母转世打入天香教，成为倭寇控制天香教的工具。恬不知耻，胡说八道！你是华夏子民，怎能为虎作伥，攻了无人使唤？我又何曾想过为倭寇效命？但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啊！小女子这么长时间以来所受的折磨，只是一小部分。他们还用酷刑折磨我的身体，用迷药控制住我的头脑，令我生不如死。我只是一介弱女子，只能委曲求全。倭寇操控天香教闹事，我虽然是被药力所控制，但手里毕竟沾满了同胞的鲜血，到头来也难辞其咎。但小女子愿意尽一点绵薄之力，为众位分忧。我已将此间的前因后果做下详细笔录，以证明谢天顺将军之所以受到诬陷，全是倭寇捏造假证、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。小女子此生颠沛，命运多舛，落入敌寇之手，害人害己。如今烟消云散，也没什么好挂念的，实在不敢再苟活一世。杨大哥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别说没用的，赶快吃药吧，吃完了我还要去练兵呢。我受伤欠了你们华安寺一条人命，你们就不记恨我吗？
我没有师傅那么高的修行，不过我知道，记恨是没有用的。再说，你也是被那些倭寇用药物控制，要恨，也应该是恨那些倭寇太不阴险。哟，这华安俗家弟子也会金屋藏娇啊！没想到你们这华安的门风还真是江河日下。别胡说八道！不管怎么说，李姑娘也为救谢将军出了一份力。如果没有她的话，谢将军也无从安宁。哦，她救了谢将军是吧？那也应该是谢洛英来喂药啊，关你杨树什么事？喂，你是不是有点无理取闹啊？谁无理取闹了？你这就是被倭寇控制、身不由己的李音月姑娘。正是。谢将军，小女子罪过，对不起谢家军。哎，既然你是被倭寇胁迫，那就不能怪你。我听说了，你在倭寇那儿也受了不少的凌辱和折磨，看来你当时也是坚贞不屈呀。坚贞？哼，那我怎么没见他真的去死啊？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？因为李姑娘你，我谢天顺和我麾下众将啊，才明白几件事情。其一，倭寇实在是防不胜防，永远不能掉以轻心。其二，只要我大明将士上下齐心，倭寇必将失败。其三，我谢家军就算是没有我谢天顺，也一样是虎狼之师。义父何出此言啊？谢家军永远是您的谢家军。此言差矣。我在牢里的时候，你杨树不就指挥了一场漂亮的攻坚夜袭吗？这些日子啊，我一直在担心，假如有一天我自己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我苦心经营的这个抗倭局面将会付诸东流。现在看来啊，就算真的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义父正当壮年，不必多虑。况且经此一劫，谢家军上下更会同仇敌忾。我自然是一心抗倭呀，可是我谢家军现在是声威日隆，这对老夫来说啊，未必是件好事情。这次皇上不就听信了谣言吗？的确是对我敲响了警钟啊。因此呢，我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抗倭保民乃是我的本分。不管是谢天顺也好，还是其他人也好，只要他能领兵抗倭，守土安民，他就是好男儿、好汉子。保护将军，你们几个去那边，你们三个去那边，快！出什么事了？方才有几个倭寇冒充两队混入营中，现在又放着奇怪的烟火，不知道在玩什么鬼把戏。告诉大家小心烟雾有毒。明白。调虎离山，不好！怎么回事？还有心情对镜梳妆？
师父，这里危险，你赶快走。我能够进来，自然能够出去。竹叶君有命令给你，并让我给你带来扶桑花的药丸。主人没有放弃我，那怎么会派忍者来杀我？你误会了，刺杀你的人是我，打伤马千秋的人也是我。刺杀你是为了让你更加安全。以杨树和谢天顺的聪明，看到你被忍者刺杀，而且还差点被灭了口，才会真正相信你不是我们的人。自从杨树和谢天顺到了洪州以后，我们遭受了一连串的失败。现在是我们卧薪尝胆的时候。竹野君的计划是让你暂时留在杨树和谢天顺身边，牢牢地盯在这里。那我的任务是什么？下个月是南北华安5年1度的比武盛会，你必须要借此机会进入南华安，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。南华安？这里是你用得到的东西，地图里标注的目标是南华安寺后山的地宫。据竹叶军的情报显示，那里就是那批宝藏的真正所在。这么说，黄超生想独吞宝藏，所以暗中转移到了南华安。是，谁也没有想到黄超生早已暗中派人挖通了地道，把那批宝藏转移到南华安的地宫。那里是极秘密的地方，轻易没有人可以进入。这次比武盛会是你进入的唯一机会，也是最后的机会。只要我们得到那批宝藏，就能获得丰厚的资金，补充兵力，东山再起。好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记住，我们今后的策略和行动会和以往完全不同。这是昨天新梅大师派人送的信，信中让我敦促你们处理好洪州城的事务之后，尽快回到南华安。所以我连夜下山，亲自来见你们。师伯催得这么急，难道是我华安遭遇什么不测了？阿弥陀佛，佛法无边，这次没有什么不测，反而是好事。南北华安5年1度的比武大会即将召开了，这次轮到我们南华安主持盛典。师父是南华安的主持方丈，自然是要亲自主持了。师父这次连夜下山，已经说明这件事非常重要。我正要到谢将军那儿去告假。前些日子，洪州城军情危急，陆路一度不通，送信的弟子为此也耽误了一些时日。不过眼下洪州危机已出，有谢将军在，倭寇恐怕一时也难以卷土重来。为师估算入城，明早动身，应该能赶上盛会。从信中看，新梅师伯好像有点担心的意思。出家人当4大皆空，无我相，无人相。然而自打当日我决定派6虎出山协助抗倭，新梅就预言此次比武大会，恐怕我南华安要交出舍利金匣了。
师傅，我们几个虽然笨，但依然赢了上届的比武。师伯为什么不相信我们能够再次胜出呢？5年前，单论拳脚，你们真的胜了北华庵罗汉堂日月星3罗汉吗？我是输给了静心和尚的须弥山掌，可是大师兄的怀心腿不也没输给他们，不是吗？金虎勉强能和净月打个平手，就未必赢得了近日的大批绿手。5年前那次大会，拳脚兵刃阵法，我南华庵是靠后2项才勉强获胜，赢得了供奉舍利金匣的机会。武学修行一途，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所以你们心没师伯，才会有如此顾虑。听说上次比武之后，罗汉堂心勇大师这几年奋发图强，闭关苦修，一心指望在本次大会上重振北华庵的威名。反观我们南华庵，俗世缠身，南北奔走，恐怕用在武艺修行上的时间尚不及人家的30%，何况……你倒是跟这儿的各位好好交代一下，你鬼鬼祟祟的到这儿干什么？我就是随便走走。随便走走？随便走走能走到这儿来吗？说，你到底什么目的？随便走走怎么就不能走到这儿来了？那你是干什么来的？难道你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不成？你，看我不杀了你！杜西，冷静点，没看到师傅在这儿的吗？这么没有规矩。就是这么没规矩。你，大师，小女子有礼了。这几日养伤，在屋里闷得慌，晚上睡不着，便出来溜达溜达。方才听大师讲故事，讲得精彩，便忍不住停下来听了几句。可惜被人误会了，唐突了几位师傅。小女子在此赔礼了。秘书主，多礼了。大师，您要是不介意的话，不妨接着讲下去。刚才讲到哪儿了？对了，您说到南华五虎忙于战事，却荒疏于武学修炼。更何况什么来着？杨大哥，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更何况孟虎已死，猛虎镇不复旧观。原来仇恨这东西，方里方外皆一样。当日小女子被倭寇下蛊控制，断送了木虎大师的性命，全赖诸位胸怀宽广，不计前嫌，还助印月脱离倭寇魔掌，大恩大德，印月心里自是感激不尽。然而，印月本以为能重获新生，可到头来，诸位对我终究是放不下敌我之防，解不开那萦绕心头的刻骨仇恨。也罢，小女子无言立足，愧对诸位，告辞了。大师，这个女人好生厉害，明明是她犯的错，现在说起来，倒好像是我们不近人情了。这就不懂了，心里执着于仇恨，那怎么能判断是非对错呢？是吧，师傅？是不是？反正你这是在帮外人说话了你。我哪帮外人说话？就是在帮外人说话。好啦，阿弥陀佛。从前，天竺有位王子，
叫摩诃萨清，心地善良淳朴。一日，王子外出狩猎，见到一只猛虎，正在喂养他的2只幼虎。可猛虎身体虚弱，饥肠辘辘，眼看着他就要吞噬他那2只幼虎。摩诃萨清不忍幼虎丧生，也不忍母虎饿死，于是自己脱去衣衫，深入虎穴，准备牺牲自己来喂食母虎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可是万物皆有佛性，母虎不忍接受王子的好意，王子就拿起竹签刺伤自己，任凭鲜血涌出，这下激发了母虎的兽性，于是他开始舔舐王子的鲜血，进而又吃掉了他的皮肉。这时，大地发出了6种巨大的震动，天上花瓣和香料如雨一样的坠下，虚空诸天的神明一起称赞王子的大慈大悲，于是王子得道升天。阿弥陀佛。徒儿明白师傅的意思了，这就去请李姑娘回来。大师，你说的这个故事动人是动人，可是那个王子不会觉得不值吗？老虎终归是老虎，是吃人的猛兽。就算那个王子他救了老虎，老虎以后还是要吃别人啊。那这样子算的话，王子算不算是害人呢？丫头，别胡说八道。阿弥陀佛，善因何曾有轻处？待虎如此，何况待人？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阿弥陀佛。李姑娘，南华的住持叫星虎大师，他最大的弱点就是以慈悲为怀。你要让杨树和那些和尚们确认你身上中了剧毒，星虎大师必定会出手相助。当他们发现毒性猛烈，非一个人的功力能抵御，他们就一定会借助其他高僧的力量。如果星虎要救你，就必须带你去南华庵。